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这个玩家是在我这一次 KVK 里面的其中一位玩家。据我的队友透露，这位玩家原本是有差不多9000万，接近1亿战力左右的，但是他被清零了，而且是在他在线的情况下被清零了。不过很可惜的，在他被清零的时候，我没有拍摄到画面了，所以我们只能看一些报告而已。那从这边看到，其实他的击杀是真的比较少，他的历史最高战力就有9265万。并且这位玩家的战斗次数还有他的阵亡数来看的话，应该算是比较新的玩家，或者是比较少战斗的玩家。那么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战斗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的关系，所以才会被清零呢？在线的情况下被清零也是有点离谱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战斗报告，这个是我队友分享给我的报告。先看一下他被清零的位置吧。这个方向是已经被断旗帜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队友在这边呢，也是被清零了。这边看来的话是我方断掉他们的旗帜，他们还在领土上面，然后被我们给清零掉了。另外一位玩家应该还没有上线吧？这位玩家是在线的。那因为这个旗帜被断掉，所以他的队友要过来帮忙也没有办法了。我们回去看报告，可以看到我方的报告是有增援部队的，也可以看到当时候他的城市里面有352万的部队，而且是用各个搭配关羽驻防正常来说是不会用关羽驻防的。然后他的争议呢是有穿上装备的，但是他的生命值偏低。这里猜测他的军器可能不太好因为他的生命值真的低的有点离谱。但至少他是有穿步兵装备啦，可是步兵的装备一般都是增加防御力跟攻击力而已，所以他的生命值偏低是正常的。他的关羽是已经有开启博物馆，但是毕竟关羽不是驻防统帅所以他守不住也算是正常。再比较起我方这里的集结，虽然我们这边集结统帅好像他的争议也不是很好，我们这边的集结可能也是临时找到一位玩家可以去集结他而已，所以那个争议不算特别高，但至少是已经足够去攻击这位玩家了，毕竟他的防守也不好。不过还好我方这边没有亏损太多，其实拿到的报告还算是不错的。那这边看完之后，我们回去看一下他的部队数量有多少吧。他的城市里面是完全没有增援的，也可以看到一开始他是没有阵亡任何的部队，只是有一些轻伤进入医院而已。而且他的城市里面其实最多的是骑兵，但是他是以步兵统帅作为驻防，不过他的步兵也不算少了，他的步兵仅次于骑兵而已。他的工程车都有39万了，其实算蛮多的。然后就是一些T4，至少我们可以确认一开始他的战力确实是有9000万左右的。接着我方又继续开第二个集结，可以看到这个集结也是有增援的，不过我们这一次的集结车头就比较好一点了。这位玩家也是开始阵亡部队，这里开始阵亡了32万，并且从上一份报告做比较的话，其实这位玩家他城市里面的兵量是有增加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治疗或者是训练部队了。但是在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争议是真的比较糟糕，装备也不好，也没有太多的军器，所以可以看到他的重伤多到让他的医院给爆掉了。这里分享部队争议给大家做比较，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那位玩家依然是没有换任何装备的，但是可以看到我方这里的工兵争议显然跟这位玩家的争议是完全不同档次的，所以才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这个集结打过去的时候，这位玩家损失的兵力有这么多，重伤轻伤也比较多。在其他争议你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左手边全部都是绿色的，争议都是比这位驻防的玩家还要更多。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位玩家应该要虔诚离开了，毕竟看到这边相差这么多，已经开始阵亡部队了。然而他并没有走开，这一次的集结就由我的王国最大的大佬去集结他了，他的争议肯定是顶级的。他直接开了一个阿提拉5天去集结他的城市，他这个时候其实是有治疗的，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重伤是有67万了，就是说他的医院是完全被塞满了，然后开始阵亡。不过从这里看到他一开始拥有的兵量来做推测，之前应该是集结搭配一些围殴的部队去打他的城市，所以他这边剩余的兵量才只有260万而已，其中一部分的阵亡应该是在围殴队伍上面，但是只有这个驻防的玩家才可以看到报告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去收集这么多玩家的报告。但是因为他的争议比较低，再加上他的驻防统帅也不是正确的驻防统帅，我相信围殴他城市的玩家应该报告也不会太亏才对。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城市剩下什么部队，依然骑兵比较多，步兵、工兵，但是在这一次进攻之后，他又再减少了将近70万左右的部队。至于部队争议方面呢，他的争议依然还是这样子，没有替换。但是这里你们可以显然看到我方的争议是真的非常高，你们这样子对比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的车头是刻满水晶的，而且它的装备全部都有专属，争议都很高。至于其他争议方面呢，也是我方这边会比较多。毕竟我们这一次打的 KVK 是由 ABCD 组合在一起的，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会去购买水晶科技，所以争议不会太高，算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才会看到我们这边的报告赚这么多的击杀，除了一方面是围殴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玩家的问题。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他在线的情况下还会变成这样子。那当那个集结结束之后，可以看到他这里剩余的兵量呢，应该有200万左右，就是说他接近7000万或者是8000万左右的战力。再加上如果他当时候来不及治疗的话，他的战力应该就只有7500左右。那分享报告给我的队友是有说到他的城市最后是被我方的玩家全部围殴他的城市，毕竟你们也想一下，7000多万左右肯定是有玩家去围殴的，所以才在我回去看他的战力的时候剩下6945万而已。至于为什么他在线的情况下都会变成这样子，我的队友是这样子跟我讲的，他是接了3个囚笼，但是3个囚笼的时间照理来说这个玩家应该不在战斗狂热状态中了。唯一能解释的理由就是这位玩家在我们开了囚笼给他的时候，他还在战斗，所以间接性也是这位玩家弄死他自己啦。否则其实他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开泡泡了。然后我也问我的队友有没有去录下来，他就说很可惜没有录下来。并且我的队友还说到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还有包括他没有开泡泡，他还有尝试把自己的部队放去旗帜里面。那么把自己的部队放去旗帜里面，其实这一点是正确的，为了避免更多的队伍阵亡。但是把部队拉去旗帜其实有一个风险，就是很容易把你的城市里面驻防的一些部队给拉出去。我这里做个例子，像我点击了一个旗帜要派部队过去，他都会默认帮我选择驻防统帅派出去的。就算我是已经把装备全部换下来了，依然都会默认自动把我的驻防统帅给派出去。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啊，只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们是想要接集结的话，这一点要自己注意。还有拉部队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点到敌方的部队，然后不小心触发到狂热状态，这里的城市还在囚笼的状态，又没有办法飞走开泡泡。然后最后还是提醒各位要注意自己的城市，真的有危险的话就快点离开，旗帜要断的时候快点跑，不然就会像这位玩家这样子损失这么多的部队了。不过我的队友说他没有被清零啦，剩下6100多万，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清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了一段时间啦，这个玩家的战力又提升了一点，变成7168万。我们的 KVK 也是圆满落幕了，最后也是我方胜利，哈哈。这次的案件也算是反面教材吧，大家吸取一点教训。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